今天瑞宝、辉宝居然相约一起下班，这个画面让场外的姨姨们看了忍不住惊呼，因为这是姐妹俩从未有过的默契。早上，爱宝正和瑞宝一起坐在小车里玩耍，爷爷安装的木质小车不止瑞宝、辉宝喜欢，爱宝也很喜欢，而且这个小车对爱宝来说还是刚刚好。爱宝坐在上面，真的像是能把车开走的感觉，而姐妹俩这里完全是给小车当成了小床，狭小的空间包裹的状态，瑞宝、辉宝钻进去可以让其感觉到安全感。一会儿，瑞宝和爱宝在小车上争夺了起来，瑞宝坐在后排，非要让前排的爱宝走开，哪知爱宝只是稍微用头顶了一下瑞宝，瑞宝就像个皮球从车上摔了下去。瑞宝摔下去后，爱宝慌了，急忙起身看看瑞宝有没有事儿。瑞宝没事儿，但瑞宝不想再跟妈妈玩了，因为瑞宝觉得自己打不过妈妈。这时刚好宋3岁给爱宝把通道门打开了，让爱宝回了家。一转眼的功夫，瑞宝、辉宝这里在树上打起来了。姐妹俩总是莫名其妙的看对方不顺眼，无理由的相互开战。辉宝比瑞宝胖10斤，在力量方面确实远胜瑞宝，一下就给瑞宝从上面拽了下来，给瑞宝摔下了树。等依依再次回来时，便到了接姐妹俩下班的时间。此时瑞宝正趴在小亭子上发呆，小眼睛扫过窗外每一个来看自己的姨姨，模样很是可爱。很快，宋3岁再次来到园区。宋3岁这次没有去抱姐妹俩，而是蹲在通道门口吸引姐妹俩过来。瑞宝看到宋3岁后，趴在小亭子上跃跃欲试。瑞宝内心在做斗争，考虑到底要不要回家。转瞬间还没等瑞宝考虑完，辉宝这里先跑过去了。瑞宝眼看妹妹先去到了爷爷那里吃醋了，立马从小亭子上下来，跑到爷爷和妹妹身边。就这样，姐妹俩被宋3岁哄来了通道门口，而宋3岁则自己先回去了。接着，姐妹俩迈着神同步的步伐一起走回了家。这是宋3岁收熊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次，也是姐妹俩下班时画面感最温馨的一次。瑞宝这个将竹子拖到草丛里来吃的行为，真是既继承了爸爸乐宝的干净，又继承了妈妈的贪吃。以前福宝是只继承了妈妈的贪吃，跟干净毫不沾边。可能是宋3岁给福宝的影响，认为自己的青团跟自己的竹子是一样干净的。因为宋3岁经常在福宝吃竹子时，当着福宝的面玩福宝的青团，所以这让福宝在产青团时，给姨姨们都看红了脸。但福宝却丝毫不避讳，总是就是给他舒服怎么来。上面还在吃着竹子，感觉上来了，只需要一侧身，福宝的青团就出来了。甚至青团出来的同时，福宝手上吃竹子的动作还没有停，甚至有些时候画面过于美丽，姨姨们都放不出来。如果说这些都能接受的话，那这出现在门上的青团姨姨们就有点没法理解了。就连宋3岁也没法理解，这到底是怎么上去的？宋3岁抱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心态去调来了监控，监控中显示半夜一个黑白的身影爬上栅栏，空降2颗炸弹后又从栅栏上下去了。没错，这个黑白身影就是福宝。而瑞宝这里之所以干净且卫生，是因为瑞宝产青团讲究地点与位置。瑞宝吃着竹子，突然想产青团了，瑞宝感觉来不及了，嘴里的竹叶都没来得及吐掉，直接拖着长长的竹子走到了草丛里。定点如厕这个习惯简直不要太可爱，就跟他爸爸总是习惯在他的自动马桶上产青团一样。瑞宝真是爱宝和乐宝优点的结合体。今天宋爷爷为爱宝扫的落叶，爱宝没完，今天瑞宝、辉宝玩上了。姐妹俩在这落叶堆里打滚，给落叶粘在身上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。可能辉宝也感觉到了瑞宝的可爱，可爱到想要咬姐姐一口的程度。玩完落叶后，瑞宝这里开始往树上爬，结果瑞宝这里刚爬上树，爱宝就开始往通道门口走。没事干的辉宝就这样跟着妈妈，瑞宝这里突然慌了，以为妈妈是要跟妹妹回家呢，但下到一半发现妈妈又回来了。瑞宝这里这次多少有点尴尬了，一向聪明睿智的瑞宝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。辉宝看到姐姐从树上下来了，立马加快步伐冲了过来，然后爬上小树霸占了小亮台。瑞宝故作淡定表示小亮台自己是玩够了才让给妹妹的，而辉宝的小脑袋瓜哪管这个，辉宝只觉得在小亮台上晒太阳很舒服。突然辉宝发觉有奇怪的声音，辉宝立马警觉了起来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姐姐从自己背后上来了。为了报姐姐刚才吓自己的仇，辉宝咬了瑞宝一口。今天的太阳有点大，姐妹俩在小亮台上都眯着眼，眼睛根本睁不开。最后辉宝先受不了阳光的直射，选择从小树上下来。瑞宝这时仿佛已经适应了太阳光，惬意的直接仰面躺了下来，享受的接受着阳光的沐浴。最后都眯眯眼了，感觉爷爷要是再不开门让他们回去的话，瑞宝都要睡在树上了。而辉宝这里则跑来了窗前，又跟姨姨们玩起了粉丝见面会。
果然人多了就容易分不清谁是谁。爱宝又揍错人了。早上一出门，瑞宝的反骨就上来了，追在爱宝屁股后面，不断的咬妈妈，一会儿咬妈妈的脚丫，一会儿咬妈妈的后背。瑞宝此时还没有触发爱宝生气的点，所以爱宝对瑞宝的小动作并没有在意。爱宝走到通道门口，发现门没开，转身又走了回去。而跟在身后的瑞宝走得太急，左脚右脚绊倒，导致自己吓了爱宝一跳。爱宝转头看了一眼瑞宝这个倒霉样子，但却转头生气的给了辉宝一巴掌。辉宝无辜躺枪。辉宝表示，虽然自己和姐姐长得很像，但本质上自己和姐姐是两个人。人在生气的时候一定不要去凑热闹，容易被波及。熊也一样。一会儿瑞宝又调皮的从坡上滚到了爱宝身边，爱宝一巴掌拍在瑞宝的脸上，这力气怕是有点大了，直接给瑞宝拍到了坡下。这一次倒是没打错，但是福宝小时候爱宝揍娃就清晰很多了。以前福宝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打错的情况，园区只有爱宝和福宝两人，只要东西或事情被搞砸了，那就打福宝就对了。这也导致福宝小时候一个人承受的太多，路还没走稳时就开始挨揍了。不过爱宝从来没有揍错过，不只是因为福宝是自己不会搞错对象，更是因为福宝小时候每顿揍，姨姨们都能帮他找到原因。3岁今天给乐宝安排了一个巨型磨牙棒，中午乐宝正四脚朝天的睡着觉，听到宋3岁说有什么巧克力棒，乐宝立马就醒了。乐宝爬起来看向宋3岁，问巧克力棒是什么呀？能吃吗？宋3岁让乐宝稍微醒一醒，自己回去给乐宝拿。很快宋3岁就拿着一根大竹筒过来了。宋3岁称之为巧克力棒，但实际上更像是一根大号的磨牙棒。乐宝面对大号磨牙棒没有着急玩耍，而是一屁股坐了上去，给其打了个标记，之后才抱起来玩耍。乐宝这大体格子在这巨型磨牙棒前都显得有些娇小了。宋3岁表示自己已经给这根毛竹打磨得很光滑了，乐宝只需要尽情的玩耍就可以了。乐宝抱着磨牙棒直接开，这也是对宋3岁礼物的最大敬意。但是毛竹的竹筋实在是太坚硬了，平年大熊猫都好像对其有点拿捏不了，反而还不小心给乐宝塞牙了。乐宝用手给自己抠了抠牙缝，之后乐宝便不玩了，心想这个家伙差点给我牙齿崩掉了，但乐宝又舍不得将其抛弃。乐宝换了个姿势后，又将其抱了起来，躺在小亭子上抱着它。不过宋3岁则教乐宝，不行的事情要学会适可而止才行。一会儿自己给乐宝将这巧克力棒劈开，再拿给乐宝玩耍。宋3岁说到做到，很快就给乐宝把刚才的巧克力棒劈好了。不过宋3岁先拿了一捧给爱宝，爱宝对着竹筋仔细的闻了闻，然后浅浅的尝了一下，感觉味道还不错。在爱宝和乐宝来韩国之前，他们就是经常吃毛竹的。这久违的味道让爱宝的意识一下恍惚了，因为以前吃的这种竹子自己是需要剥皮的呀，怎么这些竹子没有皮了？这让爱宝一时都不知道这竹子该怎么吃了。爱宝又思索了一会儿，等完全搞明白了才继续开吃。一会儿宋3岁又给瑞宝和辉宝拿来一根，让姐妹俩也品尝了一下。谨慎的瑞宝和爱宝一样，对着竹子闻了又闻，检查其到底能不能吃。辉宝这时也凑了上来，帮着姐姐检查。瑞宝和爱宝一样，等完全确认这根竹子可以吃时，才开始对其进行品尝。而辉宝则不需要考虑这么多，辉宝看到姐姐都吃了，这肯定是能吃的。爱宝吃着竹子，这时看到瑞宝正在吃毛竹，转身走了过来，给瑞宝手里的毛竹抢了过去。看来爱宝还是很喜欢毛竹的味道。最后是乐宝这里，看到奶爸拿来毛竹，一点前摇也没有，直接接过来就开吃。乐宝这是对毛竹最大的肯定，乐宝给每一根毛竹都吃得很干净。这久违的味道，不知道有没有给乐宝拉回到小时候的记忆里。